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为什么杨紫的这段表演可以封神？因为她踩到了中国人真正的痛点。承欢记中，麦承欢多次原谅辛嘉亮过错，但终因对方家庭压力和职场陷害而决定分手。杨紫演技精湛，成功塑造麦承欢角色。分手后，观众期待麦承欢与姚志明的感情发展。承欢记里，麦承欢真的很大度。辛嘉亮还有他妈妈和姐姐，他们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但麦承欢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原谅。他真是个善良的人，总是愿意给别人机会。观众们纷纷在弹幕上吐槽，这俩人到底啥时候能分手啊？看得我都着急了。等了这么久，最近承欢记的剧情更新终于让观众们如愿以偿，看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分手场面。咱们接着来看承欢记这部剧里面发生了啥事儿，竟然把麦承欢那么坚强的心都给击垮了。承欢记新一期一开播，杨紫那甜甜的笑容就像阳光一样，瞬间温暖了观众的心。杨紫这个人啊，安静下来的时候真的很有那种感觉，就像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女一样，美得让人心醉。她的气质也特别好，就像是那种清新脱俗的感觉，让人看了就感觉很舒服。真的，杨紫安静下来的时候真是太美了。在剧里，河东神秘兮兮地告诉麦承欢，嘿，你知道吗？他和姚总下午有个会要出去开，可能会很晚才回来。你要是饿了，可以先去楼下吃点好吃的，再回来也不迟。河东正说得起劲，突然姚总走了过来，一把抓住他，说：“你胆子不小啊，居然公开教别人翘班，是不是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这时，杨紫的表情，哎呀，真是尴尬又热闹呢。她那模样，就像是在人群中看了一场精彩的戏，让人一看就知道她在想啥。这表情，简直是尴尬，看热闹的绝配啊！麦承欢正在工作时，突然接到了辛嘉亮的电话，打算马上出门。就在这时，他身后女同事脸上的表情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他那双灵动闪烁的眼眸和迅速运转的脑筋，一看就知道是个狡猾鬼，充满了诡计和心机。麦承欢下班后换了件白裙走出来，看着他那张有点苍白、稍显憔悴的脸，真让人心疼。辛嘉亮这小伙子真是太不让人省心了，他居然还在车里悠哉悠哉地玩游戏，看得观众们火冒三丈，血压都快要爆表了。麦承欢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还是敲了敲车窗玻璃，把辛嘉亮从游戏中叫醒了。辛嘉亮一副轻松的模样，满不在乎地说：“上车吧，我带你去个地方。”麦承欢硬着头皮说：“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暂时不要见面了，都冷静一下，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你看啊，现实生活中，热恋中的情侣吵完架后，男生往往能像没事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玩，而那个投入感情深的女生却总是沉浸在伤心之中。没过多久，男生们就把他无意中说的和做的那件让人难过的事情抛到了九霄云外。杨紫的眼神看起来好空洞，脸上也写满了不开心，但她演的真的好真实，就像我们平时看到情侣吵架一样。他把这个名场面演得超级棒。虽然杨紫现在心情不太好，有点郁闷，但这并没影响她的美丽和可爱。她还是那么迷人，那么招人喜欢。在剧里，辛嘉亮为了让麦承欢上车，就在酒店门口不停地按喇叭，还凶狠地说：“你要是不上来，我就一直按个不停。”麦承欢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上了车。他上了车后，嘴巴里娇滴滴地嘟囔了一句：“真是没礼貌。”麦承欢再次宽容地原谅了辛嘉亮的幼稚举动，
让在场的观众都忍不住感叹：哎，麦承欢这个人就是心肠软，又一次宽容地接纳了辛家亮的过错。辛家亮从来都没把麦承欢的话放在心上，他甚至还得意地说：这房子是我爸送给我们的婚房，装修也都是按照你的喜好来的。麦承欢这时候一脸的不高兴和烦躁，他说：这房子是你爸妈买的，那以后他们肯定会插手咱们的生活了。麦承欢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可是辛家亮还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好像他说的那些话对他来说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杨子转过头，紧闭双眼，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拼命压抑着内心的悲伤，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杨子的哭戏真是没话说，太厉害了。他只要做个小动作，就能让观众感同身受，好像我们自己也在他的伤心世界里一样。这种演技真是让人佩服。麦承欢这人挺聪明的，他一看辛家亮爸爸送他这个房子，就知道是想让他在招标会上帮个忙。而且辛家亮这孩子吧，心里其实还没长大呢。他也说，以后德山就是我们俩的，一家人嘛，要互相帮助。意思就是他希望麦承欢能帮他一把，大家共同经营好德山。这时麦承欢的心情再也忍不住了，他感到十分委屈，也对辛家亮感到很失望。他那张惨白的脸让观众们都感到心疼，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坚强，度过这个难关。麦承欢硬撑着说：这房子我不会要的，招标会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虽然杨子这时候说的台词观众听得不太清楚，但这恰恰表现出了有气无力的感觉，真是挺符合的。麦承欢正准备出门，突然接到了麦承早的电话。电话那头，麦承早告诉他，如果他想和辛家亮结婚，那就得签一份婚前协议。麦承欢一听，心里有些犯嘀咕，不知道这婚前协议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段戏里，杨子接电话时，眼神从担心变成伤心，演得太好了，简直就是演技炸裂。麦承欢转过身，苦笑着对辛家亮说：咱俩在一块都3年了，我啥时候惦记过你家的一分一毫啊？你们又是送我房子，又是防我如贼，真是聪明过头了。杨子的眼睛里似乎带着笑意，但实际上他正在用这份笑容掩饰着内心的伤心。他的笑容并不是真的开心，而是试图掩盖住内心的痛苦。所以，尽管他看起来在笑，但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伤心的。辛家亮父母的做法真是让人受不了。麦承欢终于忍不住，心里觉得好委屈。杨子的眉头紧皱，眼角下垂，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情绪异常激动，这些都在向观众传达剧中角色麦承欢内心的愤怒。辛家亮一脸慌张，急忙解释：哎呀，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不会是我妈干的吧？这时麦承欢再也忍不住了，情绪一下子爆发出来。杨子的鼻孔张得大大的，嘴巴也有点歪，显然是在释放心中积压已久的委屈。麦承欢一个人走到河边，心里琢磨着姚志明说的那句话：嫁到辛家后，你就只能在花园或厨房里闪闪发光了。他琢磨着，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她嫁到辛家就只能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吗？杨子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眼圈里还闪着泪光，他不停地吞着口水，看得观众们都觉得这恋爱谈得太辛苦了，赶紧分手算了。在最新一集的《承欢记》里，麦承欢因为被人陷害发错了邮件，结果让辛家的招标会泡汤了，真是倒霉透顶。麦承欢发现辛家亮看他的眼神充满了怀疑，还听说姚志明只是在利用他和奶奶的关系。杨子的眼神空洞而深邃，他的脸庞却透露出一股坚定和毅力，让观众一眼就能感受到剧中角色麦承欢内心的痛苦和挣扎。
就像被无数的枪口和言语围攻，他的内心正在经历着千疮百孔的磨难。麦承欢独自走进卫生间，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累积的委屈终于爆发了出来。杨子的眼眶湿润了，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滑落，声音也带着哽咽。看到这一幕，观众们都觉得特别心疼，想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他知道有人在乎他，关心他。在剧里，麦承欢终于找到了那个陷害自己的同事，他成功的为自己洗清了冤屈。不过，他并没有就此罢休，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换个工作岗位，离姚总远一点。他希望这一切的麻烦都能随着岗位的变动而烟消云散。不过嘛，姚志明这个小聪明，麦承欢还是没能斗过他。最后，他还是在客房部撞上了姚志明。镜头下，刘婉玉在买菜时和她老公聊起了天。她担心地说：“最近看到欢欢心情不太好，我猜他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点矛盾。”她老公听了后，觉得这并不是什么大事，轻描淡写地说：“这种事情很正常的。”刘婉玉究竟是出于真心为麦承欢着想，还是受到了嫌贫爱富的想法驱使，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确实直接去了辛家亮的家，这一点是肯定的。最后，刘婉玉被辛家亮的姐姐好好的骂了一顿。麦承欢此时火冒三丈地说：“就算我再怎么喜欢一个人，也不会让我的家人因为我而受到一丝一毫的侮辱。”杨子的眼神里充满了对妈妈深深的爱，那种坚定让人动容。而当他生气时，嘴巴会有些扭曲，整个脸也显得愤怒无比，但这恰恰展示了他对中国传统孝顺的坚守和表率。这样的他，真是让人佩服。承欢记的第11集终于来了，麦承欢这个孝顺的孩子终于决定和辛家亮分手了。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但麦承欢觉得自己应该更加专注于家庭和责任，而不是一直和辛家亮谈恋爱。虽然分手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但是麦承欢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毕竟，孝顺和责任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他不想因为感情而忽略了这些。希望麦承欢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也祝愿他和辛家亮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大家纷纷表示，自从麦承欢和辛家亮分了手，我终于能安心追《承欢记》这部电视剧了。祝他们各自安好，分手快乐。麦承欢的心情终究还是十分沉重，他紧紧地抱着继祖母，忍不住说：“小时候总是期待着快点长大，可是人怎么越长大越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呢？”说起这个，其实咱们小时候都巴不得快点长大，对吧？可是啊，真的长大了才发现，随之而来的麻烦还真不少呢。《承欢记》里，麦承欢和辛家亮终于分了手，这下麦承欢和姚志明的感情故事就要慢慢展开了。他们俩的感情线要开始了，真是让人期待啊！